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10月19号，星期一。日本的研究人员发现冠状病毒可以在人类的皮肤上保持活性9个小时，所以由此可知，要对抗就得经常洗手。那么刊登在本月号临床传染病的研究指出相比之下，造成流行性感冒的病毒只会在人类的皮肤停留1.8小时。那么和 A 型的流感病毒相比，那么 SARS-CoV-2 呢，也就是新型冠状病毒会存活在人类的皮肤9个小时，或许会增加接触传染的风险，从而加速疫情的扩散。那么研究团队从解剖样本来采集病患死亡约1天后的皮肤进行测试，喷洒了干洗手使用的乙醇后呢，冠状病毒和感冒病毒呢都会在15秒内失去活性。那 SARS-CoV-2 呢，在皮肤存活时间较长，但是手部清洁呢是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美国的国防部的研究也显示那么乘客在客机的机舱内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非常低，至少要坐在一名具有传染力的乘客旁边54小时。那么通过空气接触的病毒才会达到危险的程度。如果乘客持续佩戴医用的口罩，由于机舱内有空气循环过滤系统，能传播的病毒呢非常少。那么美国的国防部呢和美国的联合航空的研究人员，在美联航的波音777-200和波音767-300客机上放置了人体的模型。这个模型会释放荧光的微粒，可以仿真呼吸和咳嗽造成的新冠病毒传播疑似相关的过程。测试分为在地面上和在空中进行每次测试中就会有约 1.8 亿个颗粒释放到机舱中，而这相当于数千次咳嗽产生的微粒数量。研究人员借此探究在乘客佩戴和不佩戴口罩的情况下，新冠病毒如何在机舱内传播。那么研究人员他们假设飞机上只有1名新冠病毒感染者，而且乘客不会在机舱内走动。在进行300次测试之后，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当1名乘客戴着口罩坐在位置上，那么即便客机的每个座位都有乘客，而这个乘客头部呼吸区域内也只有 0.003% 的空气微粒具有传染性。在大多数的客机上，机舱内的空气大约每3分钟更新一次，更新后的空气 75% 来自舱外，只有 25% 的空气呢为已有的空气循环。那么研究人员也强调波音777-200和波音767-300客机的机舱清除传染性微粒的速度呢，不仅是家庭住宅的15倍，更是先进的医院手术室和病人隔离室的5到6倍。因而 99.99% 的传染性的微粒会在6分钟内离开机舱，这表明机舱是安全的室内公共场所。我们知道选举年总少不了民调，尤其是大选年，各大媒体会持续报道各种民调的结果，分析人士会据此判断选举的风向，候选人呢则会根据风向转变调整策略。但也是有人对于民调不以为然，尤其是2016年美国大选以后，很多人对民调失去了基本信任，宁愿相信所谓的义乌指数。首先要澄清的是民调预测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的失败，既是本身不够准确所致呢，也是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度造成的。2016年的大选民调其实是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差劲儿。在联邦的层面，选前1周的平均民调显示希拉里有 3.3% 的领先优势，这与最终 2.1% 的普选票优势相差不大。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实行总统直选和领先者当选制，那么2016年的大选民调呢就不存在预测失败的问题。美国的大选采用选举人团制度决定胜负不是全国的普选票，而是各州加总的选举人团票。2016年的民调错就错在州层级上，尤其是对于关键的摇摆州，也叫做战场州的预测都错了。最终川普正是凭着这些摇摆州的微弱优势当选总统的。他在密西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分别只有 0.3%、0.7% 和 0.7% 的领先度。
今年的大选民调会再次跑偏吗？答案还是有可能的。但是2020年的民调大概率比2016年的民调更准确。为什么呢？第一，2016年的多数民调出现了覆盖误差，也就是说没有覆盖到足量具有代表性的人群，尤其是对低教育人群的采样不足。民调通常采用的是电话和网络调查的形式进行，而高等教育人群的应答率和配合度较高，这导致他们在调查中它的占比过高，而通常高等教育人群更倾向于支持秉持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理念的民主党。2016年的民调因此高估了希拉里的支持率。为了避免重复4年前的错误，今年很多的民调机构提升了样本中非高等教育人群的比例，并且如果应答率还是不够，就按照人口中教育比例对调查结果进行一些加权的调整。第二，2016年的民调失准，部分原因在于第三方的分票，最后约有6%的选票投给了绿党、自由意志党以及独立候选人。2012年这个比例仅仅为2%，而这些选民对两党候选人都不满意，宁可放弃2个烂苹果，而选择不可能获胜的第三者。在密西根和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因此流失了大量的选票，也导致了民调预测失准。第三，2016年的民调预测失准还受到了投票率的影响。根据研究表明过高的胜选几率会导致选票遣散效果。那么2016年的选前，大部分的预测显示希拉里有90%以上的胜选把握，这使部分民主党选民认为希拉里赢定了，自己不投票也不会影响大局，以致民主党的实际投票率不足。今年的选举形势并不明朗，川普连任并非是不可想象的，而作为在野党，民主党也不再像2016年那样自信了。加之邮寄投票提供的便利，两党选民的投票率预计将保持较高的水平。或者说，民调中的投票意愿，民调以询问投票意愿的直接方式，或询问是否知晓投票规则和附近投票站的间接方式来预估投票率，会更直接地转化为实际的投票行为。第四，2016年的民调失败主要发生在摇摆州。美国民调行业长期偏重于全国的民调，比如总统执政认可度的民调等等，而专注于地方的民调机构较少，投放到州层级的民调资金也相对有限。预算少了就会降低对民调抽样取样设计和访问量的要求，加之经验不足，州一级的民调质量远逊于联邦层级。今年媒体对州级民调的关注明显增强，民调行业也吸取了上届的教训，在州级民调方面的投入明显增多，特别是对于摇摆州，参与调查的民调机构数量和信用评级都有所改善，在调查设计和访问方法方面也有改进，这些都有望提升民调的准确度。简而言之，2020年的美国大选的民调吸取了2016年的很多教训，并做出了相应的改进。加之本届选举对阵态势和候选人特征的变化，本次大选的民调应该比2016年更加准确。不过应该看到民调本身有一些问题还是存在的，可能会导致预测失准的情况会再次出现。第一是误差幅度的问题不论是通过邮件、电话、网络还是入户方式进行的民调，都存在着误差。民调结果不只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还应该包括误差的幅度，比如正负2%。这种误差除了提及的覆盖误差以外还有测量误差，就是在调查执行过程中由问卷设计来问题顺序、修辞措辞的方式、应答率等造成的误差。本届选举民调它校正了部分的覆盖误差，但仍然难以避免诸多的测量误差。通常学界认为如果2个候选人的民调差距在3%的范围内它反映的胜负结果基本是不可靠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如果同时考虑覆盖误差和测量误差，民调结果与大选结果的差距甚至可能高达5%到6%。
目前拜登在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 Georgia 等几个摇摆州的平均民调领先度均没有超过3%，也就是说，川普依然有可能在这些州以微弱的优势反超。二是机构效应和媒体取向。那么民调机构多少都带有一些政治的倾向性，反映在民调结果上呢，就是所谓的机构效应。对于2012年的民调这个研究发现呢，皮尤研究中心和 YouGov 等机构的民调结果呢偏向民主党，而拉斯穆森和 Fox News 的机构呢民调偏向共和党。此外，媒体在选取和报道民调结果时，也不免带入了政治取向还有引导性。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的媒体总体偏向自由化和进步主义的大环境下，所以我们对于民调的这个报道的解读呢，应该是更加谨慎的。那么第三，就是民调的调整偏差。那民调公司在收集完调查数据后呢，通常不会直接发布，而是会围绕一系列的指标对数据进行重新测算和调整，之后才会公布结果。第一类的调整啊，是按照实际的人口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如果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年人口中有40%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在1000个调查样本中却有5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这就说明调查中高等教育人群比例过高，因此需要降低这部分人群的影响。方法就是对这部分回答附加 0.8 的权重。另外一类调整呢，就是针对投票率进行的。由于回答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民到了选举日不一定会出来投票，所以民调公司需要根据问卷的信息测算出意向选民以及意愿的强弱，并据此对民调结果进行调整。而问题在于，这两类调整都有可能产生新的偏差，因此我们无法预知最终选民中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年龄段、不同族群的真实比例以及最终的投票率。从这个角度看，民调调整更像是一门工艺，而不是科学。第四，民调公司的良莠不齐，单个民调不可靠。在美国，民调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产业规模高达180亿美元。不同的民调机构呢，采用的这个抽样方法、访问方式还有样本量大为不同，导致民调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差异较大。有些民调为了控制成本，不惜减少样本的规模；有些商业民调呢，有些科学的这个采样数据呢，还有一些党派的民调根本就不公布操作细节，这些都会影响调查的准确性。第五是集合民调的问题就为了克服单个民调存在的测量误差、机构效应，还有这个调整偏差等问题目前流行的做法就是将不同机构的民调结合综合起来，根据每家机构的各项指标打分和评级情况来测算出一个加权平均数。比较著名的包括538网站还有 Real Clear Politics 这个网站，还有经济学人网站提供的这个集合民调。集合民调有利于削弱单个民调的问题，还有预测偏差，但是集合方法和过程呢，不免带入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并且如果大部分民调朝向一个方向产生偏误的时候呢，集合并不能削减测量误差。所以民调的问题很多，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使用民调，媒体应该如何报道民调，那么受众应该如何理解民调。在这方面呢，我们给的建议是既选择性的失明，既相信低劣的数据，既随意下结论，既过度自信，既愤世嫉俗。总之，既不要因为偏信而被误导，又不要因为蔑视而错过重要信号，保持客观性和甄别力，同时要更多的关于州层级的民调以及选举人团的票数组合。你过度的依赖了全国的民调，会出现了跨层推理谬误。所以说到底民调只是用于选举预测的一种工具，是某个时段上选民意向的一个切片，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预测。唯有认识到这一点呢，才有可能找到民调的正确打开方式。2016年的美国大选，主流媒体和民调同样一边倒地认为是川普大败，结果是川普胜出。那么新的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报告显示呢，有56%的美国人表示
与4年前的奥巴马、拜登的政府相比啊，他们在川普的领导下啊，现在过得更好。尽管有新冠病毒的影响，但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今天的状况呢，比4年前要好。我们知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命运啊，或许就掌握在沉默的大多数或小人物中。如果这样的话呢，川普的胜出呢，就很可能是一个必然的情况。为了重振美国，解决劳动阶层和底层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困境，反制贸易不公平，将产业工作啊重新带回本土，包括拒绝非法移民，就是必然了。那么至于采取的方式和路径选择以及效果评价，是完全另外一码事。在民调领先的鼓舞下，拜登也像当年以为胜券在握的杜威一样，向世人展现了内心的喜悦。他说，到了下个月，你们就可以称我的爱人为第一夫人了。可是真正的民调就是在下月总统大选投票日之时。美国接连对中国的华为、微信和抖音下手啊，现在又开始对马云的蚂蚁集团下手啊，逐渐进行了封锁。那么除了华为，也许目前的微信、抖音和蚂蚁集团的损失并不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这些不领先的这些技术，比如说像中国这种什么医疗技术呢，美国如果封锁的话怎么办呢？那么我考虑到这一点啊，中国的医生啊，他们的临床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看病因为是人多嘛，手术啊都没问题。但是在医疗上有2大核心的技术呢，中国离西方的国家呢有非常远的距离。这2块就是药物的研发和医疗器械的研发。第一是药物研发，我们知道平时吃的那些西药啊，耳熟能详的药物啊，绝大部分都是由这个西方的发达国家研发的。比如说最简单的2甲双胍，还有阿司匹林，还有硝苯地平等等，你能说得出名字的这个药呢，大多数都是由发达国家研发的。当然也有人会纳闷会问啊，这些都是国产的药啊。确实很多的药物是中国国产的，但是只是国内生产，并没有核心技术。实际上这首先研发出来的公司呢，都是国外的。那么有人说，那么我们只要国内生产就行了，对吗？那么其实药啊，刚研发出来以后呢，它有一个专利的保护期，在这个专利保护期之内呢，中国是不可以仿制药的。这时候研发药物的公司就掌握了主动的定价权，可以把这个药呢定成天价。比如说大家常用的一种抗肿瘤的靶向药呢，它这免疫治疗的药物刚刚出来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贵的，一个疗程呢价格就是上万，甚至是几十万人民币，非常昂贵。实际上每年世界上批准的这个新药是屈指可数的。那么药物的研发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它需要先从分子机制开始研究，在细胞实验上真实有效，接着在动物实验上面真实有效，最后才会用到人体实验，最后才会大规模的使用。所以很多的药物啊，前期的研究可能都很有效果，但是一旦用到人身上，可能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就可能让制药公司白白花费了10到20年的研发，不光是花费和浪费了大量的金钱，最后得出来的是一个没有效果的药物。比如前一段时间炒得非常火热的瑞德西韦，它在体外的时候呢，确实证实对新冠病毒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一旦用到了人身上，做了临床研究，发现的效果并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好。所以对于各大药物企业来说啊，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人力、物力、技术，有足够的耐心，要耐得住寂寞，能够下全部的心思来研究药物。这在中国呢是非常欠缺的。甚至每年中国研发的这个新药都凤毛麟角。虽然我看到中国有些中西药结合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的这个药物啊，当然也没有得到一些证实啊，药效也不知道怎样。那么中国是离西方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大。那么如果西方国家因为各种原因突然下一个禁令呢，一些救命的药物呢不给中国人用，不允许仿制，那么对于广大的中国患者来说呢，它的损失是根本是无法承担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医疗器械的研发。
在新冠疫情期间呢，很多人都非常的自豪啊，说是几乎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向中国购买口罩呼吸机啊，好像是中国可以制造任何想要的医疗设备。但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实际上呢，有很多的医疗器械根本中国造不了的，或者是核心技术就是掌握在发达国家里。比如说呼吸机啊，它有一些核心的部件，中国根本造不了。在医院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大概70-80%的设备都是进口的。越发达的医院，那么国外的设备就越多，比如护士用的注射器、针头、手术缝合用的针、用的线，包括还有一些手术中用的手术床、手术的切割闭合器等等，这些很多都是进口的。当然有一些国产的替代，但是质量上国产的和进口的在性能以及关键技术方面呢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心脏起搏器，这些医疗器械上的核心的技术呢都是被中国国外的制造商垄断了，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独立生产。再比如说大家常做的那个 CT 它本质上就是 X 射线，这个射线穿透人体以后呢，通过数字技术转化成图像。 CT 产生 X 射线的关键的部位，它有个部件叫球管，技术垄断，卖的非常贵，10几万到几十万都有。为什么这个球管很贵呢？因为生产球管要求是非常的严格，要绝对的真空，同时能够耐高温，而且能够产生高频的电流，高频电流能转换成 X 射线。那么球管原理和制造技术呢，那么国外研究了很长时间才研发出来的，全世界能够生产 CT 球管的厂家呢也只有5-6个，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也是被国外垄断了。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那么价格呢就靠人家说了算，对吧？所以进口的 CT 机动不动上千万，所以医院拿来给病人看病就非常的贵。当然中国呢，它也尝试着研发这样的 CT 球管，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现阶段呢，对于大型的 CT 还有核磁共振这样的设备基本上就是要靠进口的。所以说你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是欧美发达国家突然给中国断供， CT 也做不了，核磁共振也做不了，按照目前的状态呢，是绝对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愿中国的医疗行业，尤其是医疗器械行业能够再加油，但虽然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它的技术和专利都是国外的。所以目前为止要做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那被美国制裁现在和未来都是个常态了，基本上没办法应对。不管未来川普连任与否呢，那么不管是不是针对军事用途那么美国现在主要集中在是否这些技术用在军事用途上，暂时没有精力对付商业用途、医学用途或者其他的民用。但是呢，中国的外汇是有限的，所以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自己好好的把美元外汇给存好了，保管好，不要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上呢被当今的皇帝胡乱的花掉，存着他们来为国民去买好药，买好的医疗器材吧，这样才能真正的造福中国的国民。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下次见。